你的心灵是否嘈杂？你是否感到被拉向1000个方向，应对每一个通知、每一个观点、每一个不属于你的紧急情况？你是否在一种精神迷雾中度过一天，从一个分心事物跳到另一个，感觉自己始终在线，但从未真正在场？这就是现代的症状，心灵不堪重负，一个被同时扔进1000块石头的躁动湖泊，无法清晰地反映任何事物。你把信息的音量误认为智慧的分量，而这种混淆正在让你付出内心平静的代价。你不是在生活，你只是在处理世界永不停歇的噪音。你结束一天时精疲力尽，不是因为富有成效的努力，而是因为1000次微小的干扰的重负，它们使你的注意力支离破碎。你是否觉得你的内心生活是空虚的？尽管消费了海洋般的内容，你却没有培养出任何永远属于你自己的东西。这就是悖论。你与世界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紧密，却与自己完全脱节。你成了你周围观点的回声，一片被数字混乱之风吹拂的叶子。外面的世界在决定你内心的样子，而这就是现代奴役的定义。你被训练去反应，而不是去反思。但如果我告诉你，存在一种被现代世界遗忘了的力量呢？一种不呐喊但不可动摇的力量，一种不是在更多信息中，而是在更少噪音中找到的力量。你所感受到的不是你的缺陷，这是一个向沉默宣战的世界的状况。但你可以建造一个庇护所，你可以锻造一个坚不可摧的内心堡垒。在这个视频中，我不会给你更多信息去消费，我将给你工具来建造你的圣殿。这就是你的分心的反应者到沉默的智者的旅程。我们将通过沉默智慧的5幕来做到这一点。这是一本重新控制你的心灵，并在静默中找到力量的实用手册。解决这种无情轰炸的方案不是更多的信息，不是一个新的生产力应用，也不是在已有的意见堆上再加一个。解决方案是现代世界最恐惧的解药——沉默，以及你的校准工具内省。你一直试图用更多的混乱来扑灭外部混乱的火焰，在外界寻找答案，而唯一持久稳定的源泉就在你的内心。你所寻求的力量不会在千百种声音的嘈杂中找到，而是在刻意安静中培养的你自己的内在声音的绝对清晰中找到。这是停止成为世界的印象，开始成为力量源泉的第一步。我们需要进行一次战略性的重新定义。现代世界教会你将沉默 s 空虚、无聊或缺乏生命，这是一个战术谎言，目的是让你持续消费。事实是，沉默是一种战略武器，它是对抗通知暴政的主动盾牌，它是培养个人力量的空间。在这里，肤浅的东西被燃尽，只有本质的东西得以保留。同样，内省不是被动或想太多，内省是你能采取的最激进的行动，这是进行内部审计的勇气，是远离公众的掌声和批评来校准你的品格的勇气。这才是真正的工作。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他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在他的日记中写作，不是为了被阅读，而是为了建立他称之为内心堡垒的东西，他的精神静默的圣殿。他明白，对外部世界的控制始于对内心世界的绝对掌控。我们即将开始建造你的堡垒。在我们放下第一块砖之前，我希望你做出一个承诺。这不是你被动观看的视频，这是一次训练。宣布你的意图，点赞这个视频作为你准备好了的信号，并订阅这个频道，不是为了接收更多噪音，而是为了接收建立你静默的工具。作为你的第一个行动，在下方评论我的堡垒正在建造中，并告诉我们你从哪个城市或国家开始这段旅程。第一幕是最基础的，也许在现代是最具挑战性的，这就是战略性留白的练习，即刻意培养物理上的沉默。你的第一个任务是创造空间，这意味着在你的日程表上指定沉默时间，其严肃性与你指定商务会议相同。主动关掉噪音。我们不是说用古典音乐替换播客，我们说的是输入的缺失。关掉通知，把手机放在另一个房间，坐在一个没有开着电视的房间里。
目的不是放松，目的是创造一个世界无法填补的真空，迫使你的心灵面对自己。这是将要建造堡垒的土地，内心的冲突几乎会立即开始。为什么这么难？因为你被条件反射地将沉默与效率低下、无聊、孤独联系起来。你害怕掉队，错过一场对话、一条新闻、一个机会。你的心灵沉迷于通知带来的廉价多巴胺，会尖叫着要求分心。它会编造虚假的紧急情况，提醒你需要发送的电子邮件，或者以震耳欲聋的音量带出你的焦虑。物理上的沉默揭示了你的心灵实际上变得多么嘈杂。自然的倾向是逃离这种不适，潜回到混乱的、令人慰藉的噪音中。抵制这种逃离是第一个纪律。外部的噪音是一个方便的盾牌，它阻止你听到内部的噪音。当你关掉世界，你自己心灵的混乱就会浮现，而这正是关键所在。你需要看到敌人。物理沉默的练习是排干沼泽的行为。一开始它是丑陋的，你会看到焦虑、反应性、你思维模式的肤浅。你会意识到你有多少次纯粹是出于反射，毫无目的的拿起手机。不要评判，只是观察。沉默并没有创造这种焦虑，它只是暴露了那些已经存在、隐藏在层层分心事物之下的东西。这个比喻是躁动的湖泊，你的心灵被刺激轰炸，就像是暴风雨中的湖泊，水面是如此不安，以至于它无法反射天空，无法显示湖底有什么。战略性留白是平息风的行为，是坐下来，主动的让水面平静下来。一开始，你只会看到被搅起的淤泥，但如果你坚持练习，日复一日，淤泥会开始沉淀，水会变得清澈。然后，你将第一次开始清晰地看到现实，而不是噪音所造成的反应性扭曲。从10分钟开始，不要试图在第一天就征服珠穆朗玛峰。10分钟绝对的有益的沉默，可以是在清晨的第一件事，在世界将它的要求插入你的心灵之前，或者可以是在一天结束时，用来清理精神的碎屑。在这10分钟里，你唯一的任务是存在而不消费。呼吸，望向窗外，感受你双手的重量。这种刻意的感官剥夺行为是重新校准你感官的方式。它教会你的大脑，你不需要持续的刺激来生存。它教会你，你是你自己平衡的来源，而不是你的手机。这个练习开始建立你的自足。沉默的智者不需要世界告诉他如何感受或如何思考，他在静默中培养自己的观点。通过创造这个空白空间，你在宣布对自己心灵的主权。你在告诉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我的注意力时间是我的，我的内心平静是不容谈判的。这比跑一场马拉松更难，因为这场战斗完全是内部的，是与你自己最深层、最受条件限制的冲动进行的。你在刻意沉默中度过的每1分钟，都是一块奠定你堡垒基础的砖。现代世界恐惧沉默，因为沉默的人是难以控制的。沉默的人自己思考，他们不会对头条新闻或营销趋势做出冲动的反应，他们变得深思熟虑。通过练习战略性留白，你正在走出反应性的矩阵。你正在训练自己成为一个观察者，而不仅仅是别人嘈杂游戏中一个无意识的参与者。这个空白空间不是缺失，它是一种力量的存在，它是自我控制的训练场。社会将会给你的沉默贴上标签，他们会称你奇怪、反社会或疏远。让他们去说，他们只是在暴露自己对于独自面对自己思想的恐惧。你的忠诚不是对他们嘈杂的期望，而是对你品格的建设。马可·奥勒留即使在被朝臣和将军们包围时，也会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他明白，沉默不是一个物理场所，而是你培养的一种存在状态。你正在学习按需进入这种状态，从物理的沉默开始。不要把这与被动的冥想混淆，这是一种主动的进食。你在进食噪音，就像食物进食重新定义你与饥饿的关系一样，噪音进食重新定义你与信息的关系。你开始意识到你消费的有多少是精神垃圾食品，你变得更有选择性，你开始重视你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用别人的思想填满每一秒。这种选择性是智慧的开端，
你不需要更多的信息，你需要更多的清晰，而清晰只在沉默中诞生。在练习战略性留白1周后，你会注意到一个变化：查看手机的瘙痒感减少了，背景焦虑开始褪去，你对日常的小烦恼变得不那么敏感。战略性留白不再是一个不舒服的地方，它变成了一个力量的避难所。它是你的私人圣殿，你的指挥中心。你不再向世界泄露能量，你在积累它。这是沉默智慧的第一幕，掌控空间，并通过这样做开始掌控你自己。你要么掌控沉默，要么噪音将掌控你。现在你已经创造了战略性留白，你会遇到真正的挑战，不是外面的沉默，而是这里的噪音。第二幕是内在观察者的练习，这是非认同的微妙艺术。你必须学会观察你的思想和情绪，而不对他们做出反应，不成为他们。你不是你的愤怒，你不是你的焦虑，你不是你关于失败的想法，你是观察这一切的意识。这是斯多葛心灵的基石，这是真正自由的开始，是你插入世界刺激和你的回应之间的楔子。这非常困难，因为你一生都与你的心灵融合在一起。你坚信你就是你脑中那个喋喋不休的声音。当一个愤怒的念头升起时，你立即成为一个愤怒的人；当一阵悲伤出现时，你就是悲伤的。这种认同是自动的，是一种从你出生起就被条件反射的反应。试图打破这种融合，感觉不自然，甚至不可能。内心的冲突在于，你的自我会拼死抵抗，他想成为中心，他想反应，他想被验证，将自己与思想分离，感觉就像你正在失去一部分自己，而实际上你正在最终发现你真正的自我。把你的意识想象成广阔、清澈、不变的蓝天，它是永恒的、稳定的、未被触及的。你的思想、情绪和感觉就是天气，它们是云、风、雨和偶尔的暴风雨。天气根据定义是暂时的，它总会过去。你这个观察者就是天空，一朵愤怒的乌云可能会飘过，一场焦虑的暴风雨可能会遮蔽一天，但天空在这一切背后仍然根本上未受伤害并存在着。分心的反应者相信它就是暴风雨，沉默的智者知道它是天空，并平静地观察暴风雨经过，知道那不是它。在日常生活的战场上，你如何练习这个？当一种强烈的情绪出现时，对工作邮件的烦躁，对未来的焦虑，对社交媒体帖子的嫉妒，不要压抑它，那只是怯懦，但也不要对它做出反应，那是奴役。相反，只是观察它，在内心告诉自己：啊，愤怒来了，我感觉到我肩膀的紧张，我感觉到我心脏加速。有意思，这个简单的标记和观察的行为创造了一个关键的空间差距。你不再是愤怒，你是那个注意到愤怒的意识。你已经从奴隶的地位转变为科学家的地位。普通人是外部事件的傀儡，交通让他愤怒，一句批评让他悲伤。他把他的力量、他的平静交给了任何可以戳到他的人或事物。他生活在一种永恒的反应状态中，他的内心平衡被他无法控制的环境所挟持。他是云，因为相信自己是天空而受苦。非认同是剪断这些绳索的行为。你意识到外面的任何事物都无法在没有你内部允许、没有你判断的情况下让你产生感觉。烦躁不在于交通，它在于你对交通的判断，一个你现在只是在观察的判断。让我们回到我们中心的心灵如湖的比喻。在第一幕中，你停止了向水中扔石头并平息了风。现在，在第二幕中，你正在学习观察在水面下游动的鱼。鱼就是你的思想和情绪。以前，一有鱼的迹迹，一个念头，你就会跳进水里，疯狂地试图抓住它。现在，你平静地坐在岸边，你只是观察鱼儿游动。有些是大的、吓人的，比如恐惧；有些是快速的、闪亮的，比如兴奋；有些是浑浊的、缓慢的，比如困惑。你不抓它们，你不喂它们，你只是观察它们。它们来了，它们走了，而你留在岸上，干燥、稳定，掌控一切。
你从中学到的力量是操作上的清晰。当你不再被每一阵情绪风暴席卷时，你终于可以清晰地思考了。从来没有人在情绪风暴的高潮中做出过明智的决定。沉默的智者利用这种能力来看清情况的真相。当其他人在恐慌、反应并常常使危机恶化时，他留在他的内心堡垒中作为观察者。他看到情况的本来面目，而不是他的情绪扭曲后的样子。这给了他在生活、商业和人际关系中难以置信的战略优势。他不是冷酷或机器人般的，他是深刻的清晰。斯多葛哲学家艾比克泰德，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奴隶。他教导说，我们唯一真正拥有的是我们选择如何回应事件的能力。我们无法控制发生什么，但我们绝对可以控制我们对此的想法。这个内在观察者的练习是这种哲学的日常训练。你正在训练你的心灵停止对事件自动应用好或坏的判断，而是仅仅看到它们本来的样子。你正在练习真正的斯多葛式的无差别心。这不是冷漠，而是坚决拒绝被你无法控制的事物所击垮或控制。这不是你达到一次就一劳永逸的境界，这是你每时每刻都在锻炼的纪律。你会失败，你每天会失败数百次，你会被愤怒席卷，你会认同焦虑并掉入深渊。目标不是完美，因为那是不可能的。目标是恢复，收获在于你恢复的速度。在你意识到的那一刻，我又被愤怒抓住了，就在那一刻，你已经停止成为愤怒，而回到了观察者的身份。你的力量是通过你返回权力宝座的速度来衡量的。第二幕是你坚不可摧的基础。第一幕的战略性留白清理了场地。第二幕的内在观察者现在在你的心灵主门站岗，他检查每一个试图入侵并夺取控制权的思想和情绪。他不用暴力阻挡他们，他只是用清晰的眼光看着他们，而你意识之光就阻止了他们夺取宝座。你不再是一个混乱的王国，被任何破门而入的短暂情绪所统治。你是那个平静的统治者，那个沉默的智者，观察着你心灵朝堂的展开，但永远不会失去你的权力宝座。现在你已经用战略性留白创造了空间，并学会了用内在观察者与你的冲动非认同。第三幕要求更高一级的勇气，这是主动内省的练习，即品格审计。仅仅被动地观察你的思想和情绪，如同浮云掠过，已经不够了。现在你必须主动质疑为什么这些云会形成。是时候了，在你培养的沉默中，把自己置于证人席上。沉默的智者不害怕自我评估，他将其用作他最精确的打磨工具。在这里，你将你所说的你和你通过日常行动真正是的你区分开来。这对普通人来说非常困难。为什么？因为活在我们自己正义的舒适幻觉中更容易。我们对如果看得太近可能会发现的东西有着深深的恐惧。我们害怕发现我们自己的虚伪，我们的懒惰，我们的怯懦，那些日常对我们自己价值观的小小背叛。自我讨厌这种做法，他宁愿为我们的失败和反应去指责交通、老板、世界，主动内省，迫使我们承担起彻底的责任。这是将光照向我们自己堡垒的黑暗角落的行为，而大多数人宁愿假装那些角落不存在，生活在灯光熄灭的状态中。这种练习形式简单，但影响深远。在每天结束时，在你现在掌控的沉默中，你问自己那些尖锐的问题。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日记中问道：今天我在哪些方面未能做到德性？我在哪里是出于愤怒、恐惧或无知而行动？塞涅卡问道：今天我纠正了什么错误？我对抗了什么恶习？我在哪个方面变得更好了？你必须创建你自己的问题，与你的价值观保持一致。我的哪些行动背叛了我的行为准则？我在哪里寻求了捷径而不是正确的道路？我在哪里本该坚强时表现软弱？我在哪里本该倾听时却开口说话？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大师级工匠，正在建造你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你自己的品格。
每一位大师在一天结束时都不会把工具扔在地上就离开，他会停下来，他检查工作，他用手抚摸木头，寻找瑕疵、粗糙的边缘、不完美的接缝。他这样做不是出于自暴自弃，而是出于对质量的狂热承诺。品格审计就是这个，这是你在检查你一天的作品，不是为了惩罚自己做错了什么，而是为了确切的知道明天在哪里打磨，在哪里加固，在哪里抛光。理解内省和负罪的沉思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分心的反应者沉湎于过去，他淹没在内疚和羞耻中，用他的错误作为他自己无价值的证据。沉默的智者将过去用作数据。品格审计的目的不是自我惩罚，它的目的是校准。内疚是一种无用的情绪，它让你陷在原地；责任是一种力量工具，它让你自由。你回顾不是为了鞭笞自己，你回顾是为了为明天调整你的航向。目标是纠正，而不是谴责。让我们来看一个实际的例子。想象一下，你在会议上对一位同事失去了耐心，标准的反应是辩解：哦，他活该，他当时就是个混蛋。品格审计要求更多。在晚上，在沉默中，你重温那个时刻，我的行为是否符合我耐心和专业的价值观？没有。我是否允许自己被一个外部事件控制？是的。我是否成为了别人挑衅的奴隶？是的。明天，我怎样才能识别这个触发点，并选择一个与我试图成为的人相符的回应？也许我会观察到愤怒第二幕，并选择沉默第四幕。这就是反应性和刻意成长之间的区别。如果你的心灵是一个内心堡垒，那么品格审计就是对城墙的日常检查。世界在不断地发起攻击、压力、挑衅、诱惑，微小的裂缝出现了，这里一个善意的谎言，那里一个懒惰的行为，一个反应性愤怒的时刻。如果被忽视，这些小裂缝会危及整个结构，允许混乱进入。沉默的智者像一个警惕的哨兵，每天晚上巡视他的城墙，他找到每一个微小的裂缝，并用内省和责任的徽章在黎明前修复它。他的堡垒之所以强大，不是因为他从未被攻击，而是因为他被细致地维护着。第三幕是转变的核心。第一幕和第二幕创造了实验室，第三幕是实验。在这里，你解剖自己，理解你自己的机制，并开始刻意地重建自己，一块一块地。你不再是条件反射的偶然产物，你成为有意识创造的行为。你不是在寻找你自己，你是在建造你自己，一砖一瓦，一次又一次的审计。这是最困难、最孤独，也是一个人能做的最重要的工作。这是将分心的反应者转变为他自己灵魂的建筑师的工作。前三幕构建了你的内部基础，你创造了沉默，学会了观察，并审计了你的品格。现在，在第四幕中，你将这种内在的力量带入外部世界，这是言辞的经济学的练习。在一个尖叫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拼命地用他们的意见、反应和噪音来填满空气。你新的纪律是刻意的沉默，你必须练习少说话。你必须意识到，作为一个基本真理，不是每件事都需要你的意见、你的评论或你的反应。你将学到，真正的力量不在于你声音的音量，而在于你沉默的分量和你为数不多的言辞的精确性。这里的内心冲突是巨大的。为什么说话如此具有强迫性？因为我们被教导沉默是软弱、被动或无知。你害怕，如果在会议上保持沉默，你会被视为无能。你害怕，如果在讨论中不发表意见，你会被遗忘，或者看起来你不在乎。有一种自我的冲动，要用言语刷存在感，来证明你在那里，你很聪明。自然的倾向是用通常不必要的话语来填满任何空白空间，仅仅是为了缓解你自己的不适或不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沉默需要对你自身价值的钢铁般的自信，一种不需要持续的声音验证的自信。普通人相信他的价值是通过他说话的频率来衡量的。他整天都在泄露能量，他就天气，他不懂得政治，同事的生活发表意见，他为了思考而说话，时时组织他混乱的思想，并强迫他人倾听。
他的言论是通货膨胀的，因为说的太多，他的话语失去了所有价值，他们变成了另一种背景噪音，很容易被忽略。他是那个躁动的湖泊，不断冒泡，没有深度，只有毫无意义的表面骚动。他把他的生命力浪费在琐碎的评论上，留给他用于有意义行动的能量所剩无几。考虑这个比喻，你的话语是一种货币，分心的反应者是一个强迫性的消费者，他把他的言语硬币扔给任何路过的人，任何琐碎的话题，生活在一种信誉破产的状态中。他总是负债累累，需要说的更多更大声，试图被听到，却没有意识到他的问题不在于音量，而在于价值。另一方面，沉默的智者践行言辞的经济学，他明白每个词都有成本，他保存它们，投资它们，积累它们。从好的方面来说，他是一个言语上的吝啬鬼，因此当他最终决定花费一个词，当他决定开口时，那不是一个1分钱的硬币，而是一块金条。你通过掌握这种练习获得的力量是分量，你的话语开始有分量。当你以一个只在有关键话要说时才开口的人而 S 名时，世界会停下来倾听。你在会议上的沉默变得比其他人的喋喋不休更有力量。当你终于开口时，人们会倾身聆听，知道即将到来的是经过你沉默的过滤，你的观察第二幕和你的内省第三幕的。你不再只是反应，你正在提供一个深思熟虑的结论。你用质量换取数量，用精确性换取反应性，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你与他人的关系。分心的反应者倾听只是为了找到一个他可以插入他自己故事、他自己意见的停顿，他不是在倾听，他是在重新装填他的言语弹药。沉默的智者练习的恰恰相反，因为他感觉不到说话的冲动，他才能真正的倾听。他为了理解而倾听，他给予他人现代世界最稀有的礼物，他全然的沉默的注意力，这使他变得难以置信的敏锐。他看到言语背后的动机，理解为言明的情绪。他通过他的沉默获得比另一个人通过他嘈杂的提问获得的更多的信息。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你在开口之前开始问自己，我将要说的话是否能改善沉默？如果答案是否定的，你就忍住。在讨论中，与其把你的声音加入混乱，你不如退后一步，观察。你练习的不仅是与你内在思想的非认同，也是与你表达他们的必要性的非认同。你会发现，你准备说的90%的话都不需要说，他们只是自我在渴求关注。通过拒绝给予自我这种关注，你削弱了它，并加强了你的观察者自我。刻意的沉默也是一种战略盾牌。普通人揭示一切，他通过他喋喋不休的言谈电报般的发出他的恐惧、他的意图、他的不安全感。对于那些知道如何倾听的人来说，它是一本打开的、容易阅读的书。沉默的智者，相反，是神秘的。他的安静是一种力量，人们将他们自己的焦虑投射到他的沉默上。他们觉得他令人生畏，或者充满智慧，或者极度自信。他不给世界用来对付他的弹药，他把牌紧握在胸前，不是因为不诚实，而是因为纪律。他通过控制自己对叙事的贡献来控制叙事。如果你的心灵是一个内心堡垒，你的言语就是吊桥。分心的反应者让吊桥敞开，任何人都可以进来，任何人都可以出去。他泄露信息，泄露能量，并允许世界的混乱不经过滤的进入。沉默的智者默认将吊桥牢牢放下，他是他自己心灵的守卫。他只在刻意的为了一个明确的目的时才放下吊桥，他才开口，并且只允许他确定未必要的东西进出。其余时间，堡垒是安全的、安静的，并积累着他的内部力量。第四幕不是要你成为一个不说话的僧侣，而是要成为一个言语上的狙击手，是理解到真正的沟通不在于词语的数量，而在于他们的影响力。你正在训练自己停止使用言语的机关枪向各个方向浪费弹药，而是拿起一把精确步枪。你等待，你观察第二幕，你瞄准第三幕，然后用一个词或一句话，你以毁灭性的精确度击中目标。这是10分钟的喋喋不休，永远无法企及的。这就是言辞的经济学的力量。
我们来到了第5幕，我们旅程的顶峰，正确的行动。这是你所有工作的最终目的。沉默、观察、内省和言辞的经济学本身并不是目的。内心堡垒的目的不是瘫痪。我们不是在建造一座寺庙来躲避世界，我们是在建造一个指挥中心，以便更有效地与世界接触。正确的行动是智慧的实践，这是你在静默中培养的所有清晰、力量和纪律转化为刻意的、精确的和有德行的外部行动的时刻。你不再是出于冲动、恐惧或压力而行动，你是因目的而行动。最后的内心冲突是对行动的恐惧，或者是无所作为的诱惑。在培养了如此多的内心平静之后，外部世界将显得更加混乱和令人反感。诱惑将是留在你的堡垒里，受保护且被动。无所作为可以伪装成智慧，伪装成禅或无差别心，这是自我的最后一个把戏。另一方面，世界将要求立即的、嘈杂的行动，你会感受到古老的压力，要做点什么，只是为了被看到在做。真正的纪律是抵制这两者，抵制瘫痪的被动和抵制表演性的反应，而是选择那个与你审计过的品格完美一致的时刻和行动。想想一个弓箭大师的比喻，分心的反应者是一个在黑暗中疯狂的射箭，希望能射中什么的弓箭手。他很吵闹，浪费精力，很少射中目标，还经常造成附带损害。沉默的智者是弓箭大师，他99%的时间都花在沉默中。他练习战略性留白，第1幕来平息风，他使用内在观察者，第2幕来稳定他的呼吸并集中他的视线。他使用品格审计，第3幕来确保他的手臂强壮，他的姿态正直。他练习言辞的经济学，第4幕不宣布他的射击，他只是拉开弓弦，平静的、刻意的，然后在绝对清晰的一刻，他释放一箭一个目标。因此，正确的行动是前4幕不可避免的结果。你不需要强迫自己去采取正确的行动。当你的心灵是清晰的第1幕，当你不是你情绪的奴隶，第2幕，当你确切的知道你的价值观是什么，第3幕，当你没有把能量浪费在无用的言谈上，第4幕时，正确的行动就变得显而易见。它会呈现在你面前。在以前是一片由100个混乱选项组成的迷雾的地方，现在只有一条清晰的路径。你不再焦虑的行动，问我应该做什么。你带着平静的信念行动，知道需要做什么。普通人总是很忙，但很少有效率。他把忙碌误认为进步，他从一个任务跑到另一个任务，救火、回应电子邮件，生活在别人为他创造的紧急中。他的人生被一长串反应性的任务清单所定义。沉默的智者实践的是有效性，他可能会花几个小时在沉默和内省中，这被世界称为什么也没做。但随后他执行一个单一的正确的行动，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一个使普通人的10个反应性任务变得不必要的行动。他专注于本质而不是紧急，这一点的高潮是整合。你现在明白，沉默和行动不是对立的，他们是舞蹈伙伴。沉默是吸气，行动是呼气。你吸入清晰、力量和目的，你将那股能量呼出到世界，成为一次专注的行动。你不再是混乱的力量，你成为秩序的力量。你获得的力量不是暴君那嘈杂的力量，它需要大喊大叫才能被服从。它是大师的沉默力量，他紧紧的在场和精确的行动就能使现实屈服于他的意志，因为他的行动是与德行和清晰相一致的。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世界向你投掷混乱，你在你的战略性留白中吸收它，你用你的内在观察者来处理它，你通过你的品格审计来过滤它，你拒绝把它作为言语噪音第4幕还给世界，相反，你转化它。你将混乱炼金成秩序，将反应性炼金成目的，然后你把它归还给世界，不再是作为一种反应，而是作为一种正确的行动。你成为世界的一个积极的过滤器，一个在困惑中清晰的代理人。当你未能行动时，会发生什么？没有行动的内省就变成了自我放纵，你变成了象牙塔里的哲学家，满是漂亮的理论，但对世界毫无用处。斯多葛哲学的目的从来不是智力上的安慰，它是在生活舞台上的实际应用。
正确的行动是你的义务，这是你的道德责任，去拿你培养的智慧并使用它，用它来成为一个更好的父亲，一个更专注的专业人士，一个更冷静的领导者，一个更有德行的人。沉默是训练场，生活是战场。而当你没有前几幕的铺垫就行动时，会发生什么？你又变回了分心的反应者。你出于冲动，出于愤怒，出于恐惧而行动。你甚至可能在做好事，但你做得很混乱，制造的问题比解决的还多。没有内省的行动是危险的。这就好比外科医生用颤抖的手，用肮脏的工具做手术。第1幕到第4幕是消毒你的工具，稳定你的双手和集中你的目光的行为。正确的行动是那场拯救生命的精确手术，而不是那场善意的屠杀。马可·奥勒留写道，不要再浪费时间讨论一个好人应该是什么样的，去做一个。这就是第5幕，你已经在沉默中花费了足够的时间进行审计和规划。你已经建造了堡垒，现在你必须走出大门，不是作为对第一个声音就做出反应的受惊吓的士兵，而是作为皇帝本人，平静、深思熟虑，绝对掌控自己，准备好行动，不是基于世界对你的要求，而是基于你的品格对你自己的要求。你完成了这个旅程，你从分心的反应者，一个躁动的湖泊，一个混乱的傀儡开始。现在你有了成为沉默的智者的手册，你学会了创造战略性留白，你激活了内在观察者，你练习了品格审计，你掌握了言辞的经济学，而现在你理解了正确的行动的力量。你不再是世界的映像，你是一个力量的源泉。你的内心堡垒已经建成，现在请从那里开始治理。从分心的反应者到沉默的智者的旅程不是一个事件，它是一个日常的过程。你已经收到了蓝图、工具和建造你内心堡垒的5个幕，但一座堡垒不会自行维持，它需要每天的警惕和维护。工作现在开始。如果这份指南与你产生了共鸣，如果你感觉到了对一种更深刻、更刻意的生活方式的呼唤，请加强你的承诺，点赞作为你意图的印章，并订阅这个频道，不是为了消费更多噪音，而是为了确保你继续收到保持你心灵敏锐和堡垒坚不可摧的战略工具。现在你在这个空间里最后的刻意承诺行动。我希望你巩固今天的课程。第一个评论是你建造的声明，这第2个评论是你力量的声明。转到评论区并写下我的沉默是我的力量。这不是为我或为他人写的一句话，这是给你的一个咒语，这是一个提醒，把你的力量锚定在不是你能制造的噪音上，而是你能掌控的静默上。公开声明这一点，作为你今天训练的最终印章。最后，如果你一直观看到这一点，你就是这个频道的核心部分。你是少数几个不只是在寻找娱乐，而是在积极寻求精通的人之一。证明它。也评论，我坚持到了最后。这创造了一种社区感和纪律感，向他人展示需要付出什么。如果你生活中有某个人，你看到他正淹没在噪音中，被拉向1000个方向，把这个视频分享给那个人，不是作为又一条信息，而是作为一张走出混乱的地图，成为那个向他人展示通往堡垒之路的向导。